特别寒冷的天气这就过去了，又到了春天适合剪枝的时候了。我的院子里呢是种了好多棵果树，今天我想先把我的6棵桃树给修剪一下。我的6棵桃树里边有3棵成年的桃树，应该是能结不少的果实，还有1棵老桃树。另外，去年还新种了2棵比较小的桃树，我都把它们剪一剪。看，这是一棵开心型的桃树，上面的结果枝还是挺多的，3条主干，每个上面都长了不少。我今天修剪的重点呢，就是沿着这3条主干，把那些长得比较粗的背上枝、背下枝给它剪一剪。因为这些枝条呢，如果不剪的话，它明年就会长得特别粗壮，而且也不会结太多的果实的。除非是那些我们要给它留成主干的，否则这种粗度比较大的都给它剪一剪。这第1条还是挺明显的，这个粗度特别大，是向内生长的背上枝，这种我就不要了，给它剪掉。这儿还有一个，也给它剪掉。这棵树呢，我是没有给它拉过枝的，都是靠修剪来让它的倾角大概是45度以上吧。看开始的时候倾角不是特别的理想，然后到这儿呢，我给它修剪了一下，这儿有一个芽，一直长枝条长到这儿，然后上边这个地方呢，把冲上的又给剪掉，然后这个芽点又往旁边长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向上向外展开了。这条是我要留的主干，这旁边有一个跟它稍微有点竞争，而且是处于背下的，这种长得特别粗的，我就给它剪掉了。接着来修第2条主干，这条主干呢，这是明显的一个背下的枝，我给它修剪掉，然后往这边转，这是有一个跟主干竞争的，而且旁边这儿有一个倾角比较好的，我留下这个，然后把这一条给它修剪掉。还有这一条，你看旁边的这种粗度就特别合适，适合结果。这就太粗了，如果不想把它当成主干保留的话，那就及时给它剪掉，不用太心疼。现在换到第3条主干，这第3条主干从这个角度看呢，能明显看出几条向内侧生长的这种比较粗壮的枝，还有顶部有2个并排向上的，都需要给它修剪一下。看这个角度更明显一点，这条特别的粗壮，我是不要的。紧跟着它上边的这一条，我也要给它剪掉。这2个并行向上的，我把这边的这个给剪掉。这样的话，不让它跟这条主干竞争。这下边还有一点这种桩，也给它剪掉。行，这电动剪刀消消毒，等着剪下一棵了。换上这手动的剪刀，稍微调一调这些小枝，这种靠内侧生长的就不要它了。然后这儿还有一条，这个，哇，这种分叉的小不点儿剪一剪，这种内侧生长枝不要的，这个背上的不要了。像这种分了2个叉，我就留1个。搬个小板凳，把上面的剪一剪。这鸡爪枝，把2个爪子剪掉，留1条。这种小不点儿，这个太靠中间了，剪掉。这只，这种向内侧生长的背上，上边这还有一个背上的，然后就找背下的了。这2个爪子，把它剪掉。这个是有点背下了，不要它。这个也是，远处再看一看，差不多。这一条也不要了。这个小侧枝，这种也不要了。这个，这有一个干的，哇，这还有一个特别靠下的。这一条上边，那边有一个，这儿有一个，这个我也不要。换下一条，这种背下的，给它剪掉。这儿修一修，再往上走，这有2个分支，去掉1个。这个上边好多呀，我看看，留其中的1个，把这些都去掉了。
啊，就留这么一根儿吧。这一个也是去掉其中的一个，这边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鸡爪枝，调整一下。我看这个还行，把跟它竞争的中间的这个给去掉，这个向内生长的去掉，这样的话留这一条和这侧这么一条。这条枝呢，这两个有点太密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再往上，背上的去掉，去掉。啊，这一条把这种背上背下过密的给它剪一剪。这儿，这个，这一颗，呀，够不着了，好高呀！再换个角度看一下，这还是有一些互相遮挡的，过来把它剪掉。刚才这个地方，这一个，哎，好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遮挡了。这还有几个明显的背上背下，剪一剪。最后一条主干，我就从下往上快速的给它剪一剪了。这鸡爪枝去掉，去掉。背下的这个，这样吧，就留这么一条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一条，这。背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够不着了，去那边。哦，再从远处看一看，那还有好几个枝条需要修剪，应该就是这一条，这儿还有一条，这个，哎呀，没剪到，有点太高了。哦。像这种枝，这儿有个干桩，剪掉，然后往上，这条可以留下了，这种小的不要，这儿不要了，也不要了，哎呀，这条把它留下来，其他就不要了。再看看，把这种干掉的树桩也剪一剪，这儿还有一个。再往上找找看，这还有一条。再整体的看一看，我感觉差不多了。现在看起来整节疏松了不少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够完美吧。我等它开花或者是结果的时候，再结合着疏花疏果，再慢慢调整一下吧。这第二棵树的整体树形保持的还是不错的。感觉没有太多的修剪量，一会儿拿小剪刀把鸡爪枝调一调。上边我看看，顶端的地方需要调调，然后这里有点乱，我需要把中间那个比较粗的枝子给它去掉，看看能不能够着。这个要修剪掉的枝，它的前后左右，看这个，还有那儿那个，还有旁边的这个。都是粗度还可以的这种结果枝，所以它留在这儿呢，就影响周围的了。这个就去掉吧，这个地方把它去掉，然后留下这个枝。哎呀，接着就是小剪刀微调一下就行了，这些都没有多少修剪量。干的枝子，这边这还有一个干的。上边这儿还有，像这种有好几个头的背下给它去掉，然后这种背上的去掉，这样留这么一个头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老枝，应该没什么结果的潜力了。我先从这儿给它截下来，留这么一个小枝，到时候可以看看是不是给它截掉。哎呀，这太高了，确实不是特别好弄。
哎呀，今年结过果之后呢，还是稍微落一落头，控制一下它的高度。看这个，现在上边我已经是剪不到了，先把旁边的剪一剪吧。这儿剪一下，这个再剪一剪。行了，这一棵就先这样了。这第3棵桃树修理的重点是这个主干，这是被鹿给我啃掉的。当时想把这个啃坏的部分给截掉，所以后来留了这根和这根，这2个长得特别壮的枝条。我回头就把它们拉过来，让它朝这个方向。然后从这个角度看呢，这根枝条是去年比较老的，然后又会影响旁边的这个新的，上面有很多的花芽的这种枝条，所以我就干脆早点把它剪掉吧，从这儿给它直接截掉。然后这段呢，其实也是要截的嘛，但是我想了一想呢，留这么一截，回头可以把上边这个枝条这样给它绑在这儿，这样就可以借助这根枝条给它拉枝了。回头拿个绳子捆一捆。然后旁边的这一条呢，我暂时不想把它彻底剪掉，因为上边是有一些结果枝的，而且这拉的距离比较远，我想让它先结1年果，然后再给它剪掉。但是像这种，看这个可以留上边的这个枝条，让它结果，然后把这儿给它剪掉就行了。这样，那边一会儿我再拿小的剪刀修一修。像这个长得是比较靠下了，而且看看这些地方被鹿啃过之后也是伤痕累累，上边没有什么新枝，估计结果质量也不会好到哪儿去，所以我干脆就给它修剪掉吧。而且它们肯定会受这些枝子遮挡阳光，也不会结出什么好的果的。哎呀，就这样，不要了。然后看这种呢，小的枝条，这个剪掉，然后留下这么一根儿。哎，这种大剪刀剪这种小枝太不方便了。一会儿还是换小剪刀。像这种纯粹是老枝，没法结果了，就剪掉吧。这种稍微的给它梳一梳。哎，上边鸡爪枝去掉，背下去掉，背上去掉，背下去掉，鸡爪枝。背上、背下，还是一样的处理。这些地方看着还是有点乱，这些都不要了。这个枝条留这么一个就行了，剩下的给它去掉。这种也要剪一剪，这个搭下来会影响旁边的，不要了。哎呀，最后一个主枝，把上边鸡爪枝再剪一剪，有点高。哇，背下的。最后像这种呢，离主干太近的，已经没有必要留着它了，从它这儿剪掉了。刚才在固定这条枝的时候，发现还是绑在右侧这个地方更好一点，否则如果绑在这条上边呢，就还是和左边的这个枝干距离太近了，这样在这边会均匀一些，我就可以把这条枝干彻底的给剪掉了。哇，还挺费劲的，卡住了，太粗了。看这被鹿给啃掉皮的，这个地方都死掉了，只有上边这一半是活着的。其实这一棵也是这样，等这个固定好了之后呢，我明年在冬剪的时候就可以把这儿给剪掉了。把枝子绑在这里之后，这两边挤的就太紧了，所以我干脆这儿也就不要了，从这儿给它截下来。这去年春天种的2棵小桃树长得还挺快的，这一棵
大概是留了一个自然的4主干。我可能得规划一下，感觉4条有点太挤了。我这样先把上边的小枝给它清一清，然后再看看是不是留成3主干的。这种背上的给它去掉，去掉。所有这种背上朝内侧生长的就都不要了。这种小树呢，也不指望它结果，所以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剪了。然后这种内侧离主干特别近的，不管是大枝小枝，都给它去掉。接着就看一下有哪些枝跟这要保留的主干有竞争，像这种长得特别粗的，还有靠上的，都给它剪掉了。背下的去掉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太粗了。这些第3根也是太粗了，太粗了会跟主干竞争营养。我还是优先把这种主干给它培养出来。背下的也不要了，这儿还有一个。这边的背下的直接就给清除掉，背上也是。转过来，这种也是。这样看起来呢，我还是留3主干吧，我就把这条给去掉了，因为它俩的夹角实在是太小了，让它在这个和这个的中间会影响两边的生长。现在这粗度，我估计用手剪应该还能剪动。哎呀，就是比较费手啊！哇，剪好多下，哇！这种小树的大伤口，一会儿给它喷一点密封的胶，这样防止真菌感染。回头这个主干往那边拉一拉，这样的话这角度就均匀了。这尖儿剪一剪，留一个向外的芽点，让它继续生长。这边也是留个向外的这么一个芽点，让它继续生长。这边把上边乱七八糟的这些鸡爪枝都给它去掉，不要了。然后找一找有没有向外侧生长的芽点，好像暂时看不到特别合适的，从这儿剪掉吧。这边也再调整的低一点，清一清内侧的这种小枝。这2个也不要了，会跟主枝竞争的。背下的不要了。感觉已经给剪秃了，就这样吧。这棵桃树观察观察它的形态，看样子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它留成一个 Y 字形了。这2个刚好是2个方向，这样的话我把下边的这些没用的枝子就都给去掉了，剪掉，这些下边的就都去掉了。剪刀又不好用了，这颗枝有点太粗了，拿电动剪刀反方向给它剪掉，然后把背上还有背下的枝剪掉，把跟主干竞争的这种枝给它剪掉。另外这条枝也是一样的，剪掉。因为是 Y 字形，想重点培养这条主干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一个侧枝长得就有点太粗了，我暂时就先把它去掉吧。哎呀，这样的话，重点让主干先培养出比较粗的粗度。这棵老桃树呢，去年已经狠狠地修剪过一次了，把很多老的枝干都给剪掉了，像这个，我等会儿重点就是把它从这个地方给它锯掉，然后另外的这一侧也是，这个比较老的也给它锯掉，这样的话能培养出像这种比较新的枝干，让它再继续生长。开始锯了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手动的还是比电动要麻烦多了。还有一点儿，哎，哦，这个把
这皮给拽掉了。这个更粗一点，我先试一下吧。如果实在不好弄，就回去拿电锯了。我把下边先给它拉一下，省得一会儿把皮给弄掉。行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把皮给扯掉了。哎，好，可以了。后边再拿小剪刀，重点就是把上边的这种鸡爪枝，还有长得太密的地方调整调整就可以了。像这种小桃树呢，它的可塑性非常强，初期的重点就是把它的主干给培养起来。像这个3干的，那就先培养主干，还有这3个枝干的粗度，其他的就都是次要的。像这 Y 字形的也是一样。主干的粗度最重要，然后就是 Y 字形的这2个枝干，让它们的粗度优先的长起来，其次才是其他上边再有的3级的枝。现在不用着急，等今年或者是明年长出来也都还来得及。只要这2个干的粗度长得够粗了，明年呢上边长出这种小枝了，就可以让它适当的结一点果了。今年就没有必要让它这么早的过早结果了。